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 歡迎來到 Edward Speaks Mandarin。我會用簡單清楚的生活化普通話跟你們聊我自己的親身經歷，還有我身邊發生的故事。我的語速會慢一點點哦，你只要多聽多跟讀，還可以在評論區多和我互動，你的中文普通話就會越來越好，也更了解中國。我現在在一個碼頭邊上，黃浦江的碼頭，可以坐遊船遊覽黃浦江，但是這個地方離黃浦江的外灘還有一段距離啊，還比較遠。今天我們聊什麼呢？你們最近看新聞了嗎？最近新聞上鋪天蓋地都是美國總統訪華的新聞。訪華就是訪問中國嘛，我們一般不說訪中，一般說訪華，華也代指中國。鋪天蓋地都是總統訪華的消息。鋪天蓋地這個詞你們明白嗎？就是天上鋪滿了，地上蓋滿了，形容到處都是。今天我正好給你們看3段視頻，我們來學習一下地道的中文普通話，不談政治，只學中文。我們開始吧。第一個視頻看到了嗎？挺有意思，挺震撼的，是不是？美國總統的空軍1號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機場，然後空軍1號的下面站着一個解放軍戰士，巋然不動。巋然不動是一個很高級的詞，表示紋絲不動，一絲一毫都沒有動，一動不動。是不是印象很深刻的？這個解放軍戰士的儀容儀表，就是他的外貌表情，是不是都很鎮靜、很冷靜，一點都不害怕、不擔心？你們有看過中國的大閱兵嗎？是不是也覺得很震撼？中國的軍人都是這麼艱苦的訓練出來的，在儀容儀表，還有整理內務，就是整理那些床鋪啊、個人衛生啊、個人物品的方面，非常在行，就是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棒的意思。你們知道中國軍人最喜歡表演什麼東西嗎？疊被子，要把那個自己床上的那個被子疊成豆腐塊一樣的，方方正正，非常的整齊。我記得以前我們在高中還有大學都有軍訓嘛，軍事訓練就是在高一或者大一第1個年級的時候都要進行2個星期左右的軍訓。除了走解放軍戰士的步伐之外呢，練習那個步伐之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整理內務，就是整理那些床鋪的衛生，還有整理被子，要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，跟豆腐塊一樣整齊漂亮，還有比賽呢。第2個視頻是美國總統下飛機，然後在飛機底下迎接他的，你們知道怎麼稱呼嗎？3軍儀仗隊，就是由3種解放軍的兵種組成的一個團隊嘛，然後負責接待，我們把它稱呼為3軍儀仗隊。3軍就是空軍、海軍、陸軍。當然，中國還有第4個軍種，叫火箭軍，你們知道嗎？你們知道火箭軍負責什麼嗎？負責導彈，戰略武器。然後在下面是什麼呢？是歡迎群眾隊伍，就是負責喊歡迎的，舉着旗子
歡迎歡迎，熱烈歡迎喊口號的群眾。但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般的群眾啊，這都是千挑萬選、精心選擇和培訓出來的群眾，打個引號的群眾。我們再看最後一個視頻，這個就是中國的老百姓，真正的群眾，他們在幹嘛？他們在路邊拍視頻，拍什麼視頻呢？總統的車隊要趕到下榻的酒店，就是入住的酒店，然後呢，普通的群眾就在那邊拍照，幹嘛呢？湊熱鬧。中國人都喜歡湊熱鬧，就是哪裡比較熱鬧，哪裡人多，哪裡有好玩的事情，大家都要湊上去，都要圍過去，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，有沒有自己感興趣的。中國人就喜歡湊熱鬧，往人多的地方，熱鬧的地方過去看一看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現在在中國，我們也把這種現象叫什麼呢？叫吃瓜，也就是看熱鬧的意思。但是，一般吃瓜有2層意思了，一個就是自我調侃，我們都是吃瓜群眾，就是說事情發生的主角不是我們，但是我們都想去看一看，去看一下熱鬧，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第二個的話就是說，我們經常會用來說一些八卦內容，比如說你今天吃到什麼瓜了？你們在吃什麼瓜？讓我也聽听看唄。這可不是吃什麼西瓜啊，所以這也是很地道的一個中文表達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看到這裡。最後再給你們講一個小的知識點吧。美國總統不是這2天還要去參觀中國的天壇嗎？你們去過北京的天壇嗎？天壇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，祭祀天。因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嘛，農業國家，在古代要靠天吃飯，老天非常重要。老天要是刮風、下大雨，還有下大雪，我們的收成，我們的莊稼就不好了。所以每年皇帝都會在天壇來祭天，祈求老天爺風調雨順，有個大豐收，對不對？我們在中國也把老天爺上天叫皇天，皇天上帝。另外呢，就是祈雨、祈谷，就是如果有天有大旱，好久不下雨，然後皇帝也会來祈雨，就是做一些儀式，然後來祈求老天趕緊下雨，不然的話就要欠收了，莊稼就長不好了，沒有好收成了。所以天壇就是古代皇帝們用來祭天、祈雨、祈谷的地方。當然，天壇還象徵着天子的權威，天子就是皇帝嘛，上天的兒子，是不是很厲害？所以天壇也是象徵着皇帝，象徵着皇權。既然美國總統都去了天壇，他是不是就像皇帝一樣有權威了呢？我們不知道。好了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聊到這裡，希望大家有收穫。大家一定要多聽、多跟讀、多跟我互動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